谢。啊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帕，我来自新疆。新疆的城市你们知道哪里？随便说。乌鲁木齐、伊犁、库尔，你们说的都是些大城市，很好的地方。我来自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，叫做阿克苏。苹果。对，出来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在外面见过阿克苏人，仿佛阿克苏没有人，全是苹果。我是一个维吾尔族，我们家人非常传统。我奶奶从小就跟我说，你长大了只能跟我们这儿的人结婚，不然的话，你就会把我们往上70代祖宗和往下70代儿孙全都拉进地狱，太吓人了，朋友们！往上70代，往下70代，没我。不同地方的人不能在一起，这个观点在我看来非常的狭，因为在我看来，可能全世界也就只有2种情况是不太方便在一起的吧。第一种情况，关系太近，近亲结婚肯定不行，对吧？第二种情况，关系太远，生殖隔离。对，我每次讲这个段子，都会有部分观众处在一种什么隔离？他刚说什么牌子的隔离？虽然我对婚姻的态度非常的包容，但我长这么大都没结过婚，因为我们家的婚都被我爸结完了。啊，对，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，他大概有6、7段婚姻，这是我知道的。我不知道。放假回家，家里有一个陌生的女人，我知道她是谁，我想表现的友好一点，但是太紧张了，人一紧张说话就会很尴尬。我一张嘴，你是新来的妈妈吧？在家尴尬，出门也很尴尬。还记得我来自哪里吗？阿克苏。苹果比人多的小地方，就在这样一个小地方，我爸结过几次婚，谈过几段恋爱。我跟他一块出门，他要是拉着我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掉头了，我就知道 OK， 碰到前妻了。然后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跟我说滚远点，我就知道 OK， 碰到未来可期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开始越来越好奇，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嫁给我爸？我太好奇了，我甚至问出来了，我说六妈。你为什么会跟我爸结婚？因为我爸脾气臭，爱喝酒，不干家务，家暴，赌博。他把我打断了，说孩子，我知道你爸有很多问题，但未来他肯定会更成熟的吧。那年我爸52岁，52岁还没有熟，我怀疑我爸是一颗猕猴桃，因为那个东西我什么时候买它都是生的，买完放在家里，它的状态就是生的，再一看烂了。我们家所有人都很包容我爸，一直都跟我说，你爸还年轻，过2年就好了。他过2年就走了。跟我爸相反的是我不光是早熟的，我是被催熟的。家里人从小就跟我说，你不小了，你得懂事儿。那我先走。可能就是因为我爸所谓的不成熟吧，他会同时跟几位女性纠缠不清。我从小也见过那种画面，就我2个妈打起来了，他们在那互相抓，2个妈互相抓，那个场面就特别抓妈。我现在是开玩笑跟你们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的，但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阴影有多大吗？我今年33岁了，依旧见不得那种楼下2个老太太抢矿泉水瓶子的场景，我会应激，朋友们，我只要一看到就是完了，哦，又是2个女人抢1个垃圾。我很好奇为什么我爸能结这么多次婚，我太好奇了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好聪明，他能把一件利己的事说成是利他的。我问过他，我说你都失败了这么多回，你为什么还要结婚？他说我这不主要是为了给你找个妈妈。他想搞对象，他拿我当借口，我都怀疑他跟别人搞对象的时候说的是不是要不要上去坐一会儿，我女儿会翻跟头。如果他结婚真的只是为了给我找一个妈的话，不应该稍微参考一下我的想法吗？不，我跟这位母亲婚前都没见过，凭什么？她自由恋爱，我包办母女。再说了，为啥一定要给我找个妈？我很早就独立了呀。我爸他那个话术又来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了给你生个弟弟吗？对吧？等你以后嫁人了，你老公打你的时候。”你弟弟可以保护你，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朋友们，这个世界上不一定会有男人爱我，但是一定会有男人打我。但如果
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讲的话，对我那个没有出生的弟弟是不公平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他如果生来就是为了保护我，那他没有自己的人生要过，没有自己的理想要实现啊？他没有自己的老婆要打吗？谢谢谢谢。爸的逻辑很奇怪，还等着我嫁人。他一边等着别人把女儿嫁到自己家，一边等着把自己家的女儿嫁到别人家，等价交换。最早的一般等价物是羊，我就感觉自己像那个羊，从一个家到另外一个家，但后来发现自己想多了，羊到了别人家，当羊就可以了，不用当牛做马。我爸一直没有儿子，他求而不得，急得和不同的女人生下了不同的女儿。那一刻，我发现我爸可能也没有那么聪明，因为他都已经用上控制变量法了，为什么还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儿？我小学2年级就知道，0乘以任何数，它都等于0。我爸虽然没有儿子，但是他对男孩的那种包容和偏爱已经到了一种魔怔的地步。他会因为对方是个男孩就包容他的一切过错，犯了什么错都包容，就硬包容。长大以后我才发现，整个社会都是我爹。小时候就是真的小小的一点点，我被男孩欺负了，我就回家跟我爸告状，我说爸他揪我辫子，我爸呀，小男孩嘛，我说爸他随地尿尿，我爸呀，小男孩嘛，我说爸美国往广岛扔了一颗原子弹，我爸呀，小男孩嘛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帕，谢谢。完美高票。小帕的锁票倒计时，再次掌声送给小帕。小帕为什么在这个舞台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选择这个题目？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在这个舞台上待多久，所以我想就是第一篇就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。太牛了啊！小帕是我在这个舞台上历年全部算下来看过最酷的一个选手。谢谢谢谢。对，还有我们在这个舞台上，不管男生女生，就是原生家庭有那种稀奇古怪问题的，我们见过无数次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像你这么完全举重若轻的把它讲了，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疑惑，就是说第一，如果这件事儿在你成长过程中没有造成真正对你的伤害和困扰，以至于你能这么坦然的处理，那你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。如果这件事儿给你造成了困扰，你仍然能这么云淡风轻的把它当笑话讲出来，那是更了不起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结论只能指向了不起和更了不起，非常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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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真的是被他震撼到了。我到后来就是内心一边其实觉得很过瘾、很好笑，但同时内心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愤怒。我的愤怒不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些，就是他让我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状态里面，我在愤怒他给我讲述的那个状态。我本身是一个其实挺 peace love 那种特别淡定的那种人，所以我很少能感受到这种状态。我特别谢谢小帕让我第一次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感觉。谢谢谢谢陆毅老师，谢谢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脱口秀这个东西能够帮你说出这些东西？还是我会收到一些私信，或者有一些人过来跟我说，小帕，其实我也有同感，或者说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，就是你让我知道，就是哪怕经历了这些，我们依旧可以就是有力量的活下去。谢谢谢谢。我有点，你是说被震撼到了，或者我被惊到了？我甚至觉得，今年的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，究竟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拓宽在了哪里？我们能说的话题，能表达的态度在哪里？我觉得好像更宽了。对，我觉得它是一种未知的。是的，是的，谢谢谢谢陈春。让我们请艾斯回到台中。既然是 PK 嘛，总要看一下分数。先来看一下谢小泉，小帕40，艾斯20。在全场观众投票结束之后，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得票数是。演示过程中有10几秒，我大概是空白的状态，脑子我在哪，我在干啥呢？感觉
比我想象中好，因为我想象中可能是我忘词儿了，或者节奏彻底乱掉，但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，所以今天还行。恭喜小帕280票的高票。漂亮！恭喜小帕进入到晋级区。厉害！艾斯暂时进入待定区。在小帕演完了之后，我能感受到一个家庭如此破碎的人带给他一个如此坚强的内心，在台上如此有力量，因为他的眼神是有一种狠劲儿，那种狠劲儿是我对我这段原生家庭对我父亲带给我这样的伤痛，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。因为愤怒憋了一口气出不来，我感觉只有我讲完了，我心里那个恨才能发散出来吧。它带给我的很多伤害，一直到现在都如影随形，我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治愈一些问题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发现我越想逃离它，但我身上就出现了越来越多像它的地方，然后转而就开始恨自己。其实小帕并没有跟过去完成所谓的和解，他其实还在挣扎的过程当中，他可能每一天有些时候在人间，有些时候又在一个痛苦的境地当中，所以这还是在一个天人交战的日复一日的过程当中吧，所以这是我会很心疼他们的一点。